现如今越来越多注重养生的朋友，尤其是中老年群体，都开始流行晚餐完全不吃主食的饮食习惯。大家普遍认为，晚餐舍弃白饭、面条、馒头，吃地瓜、马铃薯这类主食，只吃青菜、瓜果，再搭配一点点瘦肉和鸡蛋，不仅能轻松甩掉身上多余的赘肉，还能稳稳控制餐后血糖，减轻肠胃夜间的消化压力，可说是一举多得的健康吃法。刚开始坚持这样饮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体重一步步往下掉，饭后不会胀气难受，血糖数值也变得格外平稳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特别舒畅。金氏就认定这种饮食方式百利而无一害。一天又一天长期坚持，彻底把晚餐吃主食这件事煎到了脑后。可是绝大多数人啊，只看到了短期内的表面好处，却完全忽略了长期坚持背后隐藏的健康危机。许多专业临床营养师和内科医师都反复提醒，晚餐长期彻底不吃主食，绝对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。看似在调理身体，其实是在一点点消耗身体的根本元气。身体出现的不适从来不会突然爆发，都是日复一日错误习惯慢慢堆积而成的。短期不吃晚餐主食，身体依靠自身储备的营养，还能勉强维持运转，不会出现明显的不舒服。这也让不少人放下戒备，继续坚持错误的吃法。可是只要稳稳坚持半年左右的时间，身体内部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，各种大大小小的毛病就会接连找上门。其中这4种身体变化最为明显，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最为深远。年纪越大，身体感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强烈。在了解这些身体变化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饮食误区，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主食是造成身体发胖、血糖飙升的元凶。其实事实并非如此，真正导致身材走样、血糖波动过大的，从来都不是主食本身，而是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，再加上油炸、红烧、多油多糖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。主食当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，是维持人体各项生理机能运转最基础、最不可或缺的能量物质。我们平时大脑思考运转，肢体日常活动，心脏规律跳动，就连夜间入睡之后，五脏六腑自我修复调理，身体气血滋生养护，全都离不开碳水化合物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撑。按照专业膳食营养搭配标准来说，我们一日3餐的主食需要均匀分配摄入，晚餐作为3餐里承上启下的重要一餐，必须摄取适量主食，占全天主食总摄入量的2%到3%最为合适，这样才能满足身体夜间最基础的能量需求。倘若长期晚上一口主食都不吃，身体长时间处在能量匮乏的状态，就会自动启动自我保护机制，主动调动体内储存的脂肪和肌肉，强行分解来维持基础生命活动。这种被动功能的模式会从内到外打乱身体原本平稳的代谢节奏，长久下来危害重重。长期坚持晚餐不吃主食，不出半年，身体最先出现的第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基础代谢能力大幅下降，慢慢形成难受易胖的体质，整个人整日疲惫无力。身体一旦长期处在晚间能量供给不足的状态，就会下意识判断当下处在营养匮乏的环境当中，为了最大程度节省能量消耗，身体会主动调低自身基础代谢效率，进入低能耗的自保状态。代谢速度一旦持续走低，身体日常消耗热量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平时正常饮食不会长胖，到后来哪怕只是简单吃一些清淡果蔬，多余热量也极易在体内堆积转化成脂肪。很多人前期靠不吃主食瘦下来的体重，绝大部分流失的都是身体里的水分和珍贵的肌肉组织，体内多余的脂肪并没有真正被消耗分解掉。
等到后期身体实在吃不消，恢复正常饮食之后，身体会疯狂囤积热量，储备营养，体重会迅速反弹回升，甚至比当初控制饮食之前还要重。想要再次瘦身就变得难上加难。除此之外，长期能量供给不足，还会让人整日精神状态萎靡不振，清晨睡醒之后依旧浑身酸软，出门散步、做家务、日常走动都觉得浑身乏力，提不起劲，稍微活动片刻就累得不想动弹，长时间处在慵懒疲惫的亚健康状态，身体素质也会跟住慢慢变差。第二个变化就是体内气血持续亏虚不足，外在气色越来越差，无形中加速身体衰老速度。很多人一味认为多吃肉食、多吃滋补食材就能补足气血，却忽略了主食才是滋生气血最关键的源头物质。白天我们忙中日常琐事，身体能量和气血都在不断消耗，到了夜晚，正是身体集中造血、养护全身脏腑、修复肌肤状态的黄金时段。这个时间段如果完全没有主食提供能量支撑，气血生成就会出现严重缺口，全身气血流动速度变得缓慢，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气血温润滋养。反映在外表上，就是面部肤色变得暗沉发黄，失去原本红润透亮的光泽，脸上暗沉色斑不断增多加深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苍老，比同龄人显老好几岁。在日常身体感受上，还会频繁出现头晕头闷的情况，蹲下身再猛然站起，眼前容易发黑发晕。秋冬季节，手脚常年冰凉畏寒，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随之降低。换季时节，格外容易着凉生病，身体整体抗病能力大不如从前。第三个变化是肠道蠕动动力严重不足，慢慢形成难以调理的顽固性便秘，连带引发多种肠胃不适问题。不少朋友单纯觉得多吃绿叶蔬菜就可以顺畅排便，根本不需要吃主食，这也是十分片面的想法。蔬菜当中含有的大多是粗纤维食材，只能起到简单辅助润肠的作用，而米面、谷物、杂粮、薯类等主食当中富含大量温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这类营养物质才是带动肠道规律蠕动，维持肠道正常排便节律，扩充肠道食物容积的核心关键。长期晚餐只吃蔬菜不吃主食，肠道缺少足够的食物刺激和纤维助力，蠕动速度会变得越来越迟缓，进入肠道的食物残渣数量少且质地柔软，无法形成正常的排便信号，食物残渣长时间滞留在肠道内部，里面仅存的水分会被肠道反复吸收封潜，最后形成前硬结块的粪便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顽固难愈的便秘，长期排便不通畅，不仅会让人腹部整日胀气憋闷，时常出现嗳气、腹胀的情况，还会造成体内代谢垃圾和毒素无法及时排出体外，堆积在身体内部，进而引发口苦口臭、体内火气旺盛等问题。长时间下去还会扰乱肠道内菌群平衡，让整体消化吸收功能持续走下坡路，给肠道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。第四个变化，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，同时对日常生活影响极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情绪变得焦躁易怒，心态难以平稳，夜间睡眠品质直线下滑。从医学角度来讲，人体大脑想要维持情绪平和，营造安稳的睡眠状态，离不开血清素这种物质的调节作用，而合成血清素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主食当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。简单直白来说，适量摄取主食是天然调节情绪、安神助眠最简单有效的方式。长期晚上杜绝主食摄入，身体碳水严重匮乏，大脑内部血清素合成量严重不足，神经系统会一直处在紧绷、亢奋的状态，无法放松平复。久而久之，人的情绪管控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差。平日里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，
都容易让人心生烦躁、动怒、发脾气，内心时常陷入莫名焦虑、胡思乱想的负面情绪当中，心态很难保持平和从容。到了夜晚入睡阶段，更是会出现入睡困难的情况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迟迟无法入睡。就算是勉强睡住，也大多是浅度睡眠，夜里极易惊醒。醒来之后很难再次进入熟睡状态，整夜多梦，睡不安稳，长期睡眠品质得不到保障，白天精神状态愈发低迷，还会进一步加重气血亏虚、代谢紊乱、血压不稳等一系列问题，一步步陷入身体状态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，严重影响日常休息和身心健康。看完了这些长期不吃晚餐主食带来的种种危害，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担忧。晚餐吃主食从来都不是吃得越多越好，也绝对不能一刀切完全不吃，找对科学合理的食用方式，既能满足身体日常所需营养能量，轻松稳住体重和血糖，还能全方位守护肠胃、气血以及睡眠健康，牢牢守住身体好状态。首先要严格把控好晚餐主食的食用分量，坚持少量摄入，绝不贪多，晚餐主打清淡温饱即可，无需大量进食主食，日常食用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。平常吃小半碗杂粮米饭，一根新鲜甜玉米，一小块软糯红薯，或是一小碗温热小米粥，都刚刚好，吃到7分饱就停下进食，既能补足夜间基础能量，养护身体各项机能，又不会因为热量摄入超标造成脂肪堆积，完美兼顾养生和体重管理。其次，及时更换主食种类，舍弃精致主食，多多选择天然杂粮杂豆，平日里尽量减少纯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馒头这类经过精致加工的主食。这类主食升糖速度快，营养成分也相对单一，不太适合晚间食用。日常晚餐主食优先挑选小米、糙米、燕麦、荞麦、红豆、芸豆，还有紫薯、山药、南瓜这类天然食材。这类粗粮食材饱腹感更强，升糖节律平缓温和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，既能平稳调控血糖波动，还能养护肠道环境，滋养身体，格外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血糖偏高、注重身材管理的人群长期食用。再者，把控好主食的烹饪方式，坚守清淡简约的原则。制作晚餐主食的时候，尽量采用蒸、煮、焖这类最简单温和的做法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天然营养与原汁原味，少油少盐，不放糖，减少各类重口味调味品的添加，尽量避开蛋炒饭、油泼面、油炸面点、甜腻粥品等高油、高盐、高糖的做法，最大程度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和身体代谢压力，让营养更好地被身体吸收利用。最后，合理规划晚餐用餐时间，预留充足的肠胃消化时长，尽量把晚餐用餐时间安排在傍晚6点到7点之间完成。吃完晚饭之后，不要立刻久坐不动或是躺下休息，留出2到3个小时的空闲时间，给肠胃足够的时间慢慢消化食物。尽量不要临近深夜才进食晚餐主食，避免食物堆积在肠胃当中难以消化，不仅容易造成积食腹胀，影响整夜安稳睡眠，还极易造成多余热量堆积，不利身体健康。总而言之，晚餐长期不吃主食，只是短期内看助养生减脂，长久坚持下去，实则是在慢慢损耗身体健康根基。真正靠谱的养生之道，从来都不是依靠极端节食、盲目忌口来实现，而是顺应身体自然需求，做到饮食均衡搭配，作息规律有度，学会在晚餐当中适量吃粗粮主食，把控好食用量，选对食材种类，坚持清淡吃法，在满足身体能量需求的同时，养好充足气血，疏通肠道代谢，稳住平和情绪，提升睡眠品质，由内而外调养出强健平稳的好体质。
轻轻松松守护后半生的身心健康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。从这些内容里学到实用的健康小常识。本影片内容仅为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是治疗。如果有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咨询你的医师或是专业医疗人员。咱们下次再见。